致命录像带的故事还在继续，和之前的不同，今天的故事更重口、更离奇。吃人斗篷、暗黑黄暴的平行时空，以及杀不死的骷髅怪物，每一个都让人毛骨悚然。话不多说，头铁的小伙伴们一起来挑战吧！嘉文和女友安娜是短视频爱好者，喜欢用镜头记录生活。这天深夜，城市的某个角落，一辆冰淇淋车正在被警方追捕。嘉文看到新闻十分兴奋，因为冰淇淋车正在朝他的小区疾驰，如果能拍到最新视频，一定能上热门。想到这儿，嘉文连忙拿着摄像机下楼，但好像还是晚了一步。本以为事情到此告一段落，诡异的是，安娜好像着魔一般，目光呆滞地来到马路上。与此同时，嘉文的手机突然开始了倒计时，巡警刚把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嘉文赶走，原本消失在夜色的冰激凌车居然折返回来，司机无视巡警的存在，径直撞了上去，而站在马路中央的安娜也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当手机上的倒计时结束，屏幕里传来了安娜的求救，紧接着手机开启了自动播放模式，影片的第一个恐怖故事就此开始。主角是被观众誉为伟大但丁的魔术师。2年前，这个名叫约翰的男人还住在一辆二手拖车中，生活窘迫，连房租都付不起。打牌时，约翰经常会变一些不入流的小戏法，牌友们根本瞧不上。直到某一天，约翰不知道从哪里得到一件黑色斗篷，传言这件斗篷是100多年前美国传奇魔术师哈尼·胡迪尼留下来的，后来他因为某种原因把斗篷扔了。总之，有了他之后，约翰的命运彻底发生了改变。他在美国各地表演魔术，所到之处人头攒动，看过的观众无不对他的表现赞不绝口。身处舞台，却能随意取走台下观众的钱包。明明是在纽约看的演出，一出门，观众竟发现自己穿越到了洛杉矶。这哪里是魔术，简直是魔法！面对媒体，约翰自信地表示，现场绝对没有自己的托，而且没人能破解他的手法。可是这种美好的日子很快就被打破。这天，约翰意外发现斗篷的神秘力量消失了，不管他如何操作，他都像普通的布料，毫无反应。崩溃之际，约翰似乎受到某种启示，得知斗篷的力量来自内部，要想它继续发挥作用，必须用活人去喂养。为了保住自己的事业和名誉，约翰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他趁女友洗澡时将斗篷送了进去，下一秒一双鬼手出现，女友活生生被斗篷吃掉。接下来的日子里，约翰又打起女粉丝的主意，先是自己在床上饱餐一顿，完事后趁女粉熟睡，悄悄将斗篷盖在她身上。失踪的女孩越来越多，可是没有尸体，没有证据，他们就像人间蒸发了。惨绝人寰的人迹让约翰的事业越来越红火。为了轻松点，他招来一个名叫斯嘉丽的女助理，男女搭配，干活不累。约翰对年轻貌美的斯嘉丽十分满意。其实斯嘉丽也是有点魔术基础的，之所以当助理，完全是想从约翰这里学习技术。可约翰的手法实在太完美了，就算近距离观察也毫无破绽。糟糕的是，技术没学到，反而惹到了烂桃花。约翰似乎对他很有意思。斯嘉丽并不是那种随便的女孩，她告诉约翰，自己和前男友余情未了，很可能会破镜重圆。知道真相的约翰会放弃吗？并没有。1个月后，斯嘉丽的前男友离奇失踪，直到后来的某一天，斯嘉丽意外发现约翰收藏的录像带，真相才公诸于世。原来前男友被约翰抓到了工作室，只见他随手一挥，前男友的手腕和膝盖全部骨折。和其他失踪的女人一样，前男友最后也被斗篷吃掉了。斯嘉丽第一时间到警局报警，很快约翰被警察绳之以法。然而刚上车，匪夷所思的事情发生了，约翰居然消失了，连手铐也莫名其妙跑到警察的手上。更可怕的是，人在警局录口供的斯嘉丽也被约翰瞬移回了剧院。没等他好好算账，一群警察杀了进来。然而在邪恶力量面前，枪支弹药根本不值一提。约翰只需大手一挥，警察有的被烧死，有的被剥皮，连晋升的机会都没有。最后警察被约翰团灭。看着自己的战果，约翰很是得意，殊不知自己的秘密早已经被斯嘉丽发现。趁其不备，斯嘉丽抢到了斗篷，这下约翰慌了，不遗余力开始抢夺。2人悬浮在墙上，各自握着斗篷的一边。相比之下，斯嘉丽还是嫩了点儿。
没过多久掉了下来。约翰将斯嘉丽驱赶至舞台之上，或许是真的喜欢，一时间他竟心软下来。好在斯嘉丽全程清醒，眼看斗篷急需喂食，他灵机一动，使出约翰当初教会自己的捆绑术，最后被绑住双脚的约翰也被斗篷吃掉了。风波平息后，斯嘉丽并没有将斗篷据为己有，在他看来这玩意儿实在太晦气，于是放火烧掉了斗篷。可没想到几天后的晚上，斗篷竟然出现在他家的衣柜里，斯嘉丽吓坏了，紧接着斗篷里的一双鬼手伸了出来，故事戛然而止，斯嘉丽大概率也阵亡了。这时嘉文的手机里再次传来安娜求救的画面，与此同时他还发现冰淇淋车似乎在故意绕圈子，有人为了拍视频不小心摔死，也有人跟在车后，结果被车子活活拖死。总之现场一片混乱。紧接着第二个故事开始了。阿方索是一名科学爱好者，通过多年努力，他终于研发出一套时空机器，尝试3次，机器成功运转。随着时空门打开，对面出现了一个镜像房间，看起来像镜子，但里面的人和物都是真实存在的，就像是平行时空。阿方索可以轻松地和平行世界里的小号进行对话。经过一番交流，两人决定交换15分钟，到对方的世界里感受感受。来到平行世界，这里的陈设和原世界里的几乎一模一样，只不过左右是相反的。除此之外，挂在走廊上的画也不相同，仔细看好像是某种祭祀仪式的现场。原世界中，妻子玛塔早已入睡，但是这里的妻子似乎变得很不一样。他打开一瓶香槟，走到门外的游泳池，那里还坐着2个男人。玛塔和他们的关系看起来极其暧昧。4人回到客厅，电视上放着火烧人的诡异视频，地板上摆放着和画上一模一样的仪式，铁架子上还挂着一坨不知道是什么动物的肉。让阿方索更加震惊的是，平行世界里的妻子居然如此开放，他要和2个男人不可描述，还邀请阿方索一起加入，表示人多才刺激。妻子一脸淡定，好像这并不是件大不了的事儿。作为一个男人，阿方索实在无法忍受，少了一个人，2个男人觉得很扫兴，连忙起身离开，这让玛塔一脸不爽。说话间，外面的噪音引起了阿方索的注意，声音越来越大，同时不断发出亮光。阿方索赶紧跑出去查看，只见一架巨大的飞行器从建筑上方飞过，机身侧面有个发光的逆十字架。在西方世界，逆十字架是恶魔崇拜者在邪恶的祭祀仪式中或者施展邪黑魔术时所使用的道具，代表撒旦的愤怒。没猜错的话，平行世界里的统治者是恶魔。就在这时，刚准备上车的那2个男人好像有点不甘心，他们质问阿方索，要是现在改变主意还来得及。惨遭拒绝后，2人变得更不对劲了。见状，躲不起还惹不起嘛，阿方索想躲回屋子，结果还是被对方拦住。2个男人的眼睛里发出可怕的光，看起来犹如野兽。威逼之下，阿方索无助地躲到一棵大树下，结果让人羞耻的画面出现了，一个男人精虫上脑，竟然在阿方索面前脱下裤子，男女通吃可还行，更可怕的是，男人的宝贝犹如怪物，顶端居然长着獠牙。阿方索吓尿了，下意识掏出身上的螺丝刀，给了对方一下后，慌张地逃进屋子里。他一刻不想多待，恨不得下一秒就回到原来的世界。谁知刚进门，妻子突然拦在前面，还脱下衣服要和阿方索激情一番。本该香艳的画面却把阿方索看呆了，妻子的私密位置就像怪物的血盆大口，让人无法直视。显然平行世界里人们的特殊部位都是如此重口。情急之下，阿方索一把推开妻子，前往地下室找到了时空之门。与此同时，小浩满身是血出现在时空机器面前。原来他在看到熟睡的玛塔后，起初只是忍不住用手机一通乱拍，后来在欲望的支配下，一切开始失控。玛塔被小浩不可描述的下体吓得不轻，慌乱中用刀刺伤了小浩。现在2个男人都想回到属于自己的世界，本以为交换完成就能万事大吉，不料平行世界里的妻子追了过来，他并不知道眼前的是小浩，以为是他推倒了自己。平行世界是女权社会，因此妻子以家暴名义对小浩进行了黄暴至极的惩罚。至于大号阿方索，就在他以为逃过一劫时，妻子拿刀逼近，以为丈夫是怪物，对其痛下杀手。
回归现实，逃亡的冰淇淋车让整座城市陷入混乱。然而，恐怖的录像带故事仍在继续。几个酷爱玩滑板的少年，为了拍出博眼球的视频，他们来到美国与墨西哥交界处的一个小镇，在这里总能随时随地看到骷髅头的符号。途中，他们还遇到了一个当地女人，她看起来很奇怪，站在路边一动不动，嘴里似乎还在说什么。少年们没听懂，驻足片刻后便离开了。很快，几人找到一块空地，这里摆着很多祭祀用的祭坛，地上还画着一些诡异的符号。尽管有些不对劲，但他们并没有要离开的意思，而是一边玩滑板一边拍摄短视频。突然，一个人意外摔倒，弄伤了手臂，鲜红的血液瞬间融进地上的符号中。这时，刚才那个奇怪女人再次出现，负责摄像的少年主动伸手和女人打招呼，万万没想到对方人狠话不多，竟直接掰断了少年的胳膊。意识到情况不妙，他们想逃，可周围出现了很多戴面具的邪教徒。本以为少年们会被无情收割，但是情况似乎有了反转。小伙子们战力惊人，一滑板上去就把一个邪教徒干翻在地，战况愈演愈烈。期间，他们发现这些邪教徒竟是骷髅怪，好不容易把他们全部消灭，谁知骷髅怪还能复活，只能继续大战。双拳难敌四手，最后只有2个少年活了下来。他们拼命朝边界线的方向滑去，可不出意外的话，意外还是发生了。其中一人的滑板被碎裂的骨头卡住，他只好停下来原地修理。殊不知，不远处出现了更多的骷髅怪，而在场地旁边的管道里，好像爬出一个庞然大物，样子看不清楚，只知道死去的少年都被他吞进了肚子。嘉文这边，他依旧在苦寻安娜，通过一个隧道，终于看到了冰淇淋车。巧的是，这里正是滑板少年们领盒饭的地方。嘉文很惊讶，因为车上空无一人，只有各种显示器和摄像头。原来电影里所有的故事都是从这里传的，不答应，按下了上传的按钮。下车后，他发现安娜就躺在车子旁边，右脸早已血肉模糊，嘴里还塞着手机，显然她已经凉透了。嘉文拔出手机，却在屏幕上看到自己正在流鼻血，看来用不了多久，他就能和安娜团聚了。相比之前的作品，第3部的主线故事在利益上更加抽象。简单来理解，可以把人们对拍摄短视频的狂热视作一种病态，是一种让人难以自拔的病毒。越是不择手段蹭流量的视频，携带的病毒就越多。所以故事最后，当嘉文上传所有视频后，整个城市都沦陷了，而他也难逃被感染的命运。总而言之，故事主旨极具讽刺意味。好了，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喜欢的宝子们可以去看一看原片，最后不要忘记3连支持一下哦。